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台军从不知为何而战，正在变成巨统的底牌。大陆解放军如何为台军规划未来？过去台湾地区的军队因为装备落后、老旧、士气低落，被戏称为草莓兵。但是就是这样一支军队，目前呢正在发生一些质变，由过去的不知道为谁而战，正在变成台独势力与武俱统的底牌。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谭传义近日呢发表文章认为台军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是某些人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质变。过去帅化明、高安国等一批老将军都是统派，而现在的俞北辰等一批人已经变成了独派。这一代军人开始认同台独纲领和台湾前途决议文的事实主权，他们想的是偏安自立，有可能成为统一大业的主要主力之一。也就是说，台军的一部分人正在由国军变成民进党的党军。如果没有一套应对措施，那么完成统一的时候面临的阻力会有所加大。从发展的角度看，台军的抵抗意志主要是来源于对美国的依赖、偏安以及侥幸心理。那么对美国的依赖或者抱美国的大腿是他们最主要的心理支撑。那么只要解放军的战斗力足够强大，台海两岸一旦动手，能够坚持战斗的台军就不会太多。但是从岛内目前的形势来看呢，无法改变民进党进一步控制台军的趋势。那么未来只能用强力来摧毁台军的战斗意志。谭传义建议中国大陆可以发表一份针对台军出路的文稿，甚至呢可以直接使用北平模式，原则上必须让台军明白赋予顽抗的代价，还要给配合的台军呢指出光明的出路。比如说，对放弃抵抗的台湾地区的军人，要确保其安全，还可以安排好出路。第二，对那些能够提供情报甚至起义的台军，未来将给予足够的回报。第三，对顽抗的台军要有一整套综合的打击手段，使之赋予顽抗最终的下场自由灭亡。那么统一之后呢，部分起义的台军可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那么对于那些投降的或者是放弃抵抗的台军，我们可以予以相应的遣散。只要他们不继续顽抗，不阻挠两岸的统一，那么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出路的。那么至于台湾岛上部署的从美国购买的大量的武器装备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很好办。有的可以作为我们研发武器装备的参考。那么一些堪用的武器装备呢，我想我们也别都给它扔了。比如说它的一些战斗机、直升机，可以作为我军未来红蓝军对抗的一种装备，用于模拟外军的机型和作战方式。这对于我们提升综合作战能力了解外军的作战情况还是有好处的。当然，一旦台海两岸统一，那么台湾岛上的很多企业，包括军工企业，依然可以为我所用。比如说利用他们现有的一些航空工业、造船工业和咱们大陆的一些企业呢进行合作，是吧？比如开发通用航空的各种各样的机型，或者开发某些民用船只，这些工业能力我们是必须保留的。就像台湾地区比较发达的电子工业，将成为中华民族整个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台海两岸一旦统一，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就有可能交流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从而总体性的提高我们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由此可见呢，台海两岸的统一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一旦统一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指日可待了。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